大家好。今天呢，我再次从这条生春塘，就是一条河冲边上开始我今天的骑行。今天呢，我已经把新的相机架到了我的车把上，当然同时还有新的支架，并且呢，我胸前也挎了一个相机那今天呢，我其实就是从新庄我的住所呢，从这个生春塘这条河冲骑向华金。到了华金那边呢，我看去找到一个叫新港码头，摆渡到黄浦江的浦东那边去看看能不能到浦东去骑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打算那我今天呢，就从这边出发。昨天还下了一场大雨但是现在的话呢，我相信呢，今天应该不会再下雨了吧。好，那我就在这边出发，先骑到华金那边去。干嘛？我还蛮喜欢这个小花园就在一条河冲边的一个小花园，但这边呢，它都给你做了一些阻挡现在经过一片比较安静的居民区，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街上停满了车，中间呢就只剩了一条单行的车道了。今天呢，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新买的这个相机因为它跟以前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所以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我很容易就连上了我的蓝牙麦克风，只是看一看它拍摄的品质，我相信跟以前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现在转到了都市路上啊，你看这个路面还都是湿漉漉的，不知道到了下午会不会出太阳呢？上次摔了一下啊，有点心有余悸。但是呢，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啊，你作为一种骑行是应该比较经济的一种锻炼的方式啊。它就除了一个单车，就靠你自己2条腿踩就行了，其实没有太多的花费啊。但是任何事情呢，其实都是有它的一些隐性的成本。你要想提高这些骑行的乐趣啊，所以你要有一些装备，比方说像我这样的啊，就拍一些视频。可能对某些人来讲的话，这些内容有些无聊，但它却是支撑我能够一直保这种骑行热情的一些佐料。就你有了这些东西，就使得你平时就会有些事情做。除了骑行以外呢，回来以后可以编一下视频，分享给一些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亲友。同时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陌生人看到我的视频给我留言。就像前几天有一位老家应该在新庄的朋友，他说他每次回国呢都会骑自行车，跟我在这边骑的一些线路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勾起他一些对故乡的回忆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无心插柳。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一些成本，比方说你要买一些设备有些呢是消耗品，有些呢是易损品。买个相机也要几千块钱3000来块钱的一个相机，但是我也用了差不多1年左右了吧。那我觉得是我自己不当心损坏了也没办法，也怪不得别人。但是呢，为了让这个自己的骑行继续下去，让自己有更多的骑行的乐趣我毫不犹豫就买了一台新的。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一些必要的骑行的成本，你把它打到成本里面就好。换来的呢是得到的身体的锻炼，而且呢最主要是增加一些乐趣。我觉得这是划得来的一笔买卖。现在呢，我已经骑行在春生路上我是从春生堂这条河冲出发的。其实这条春生路呢，就来自于这条春生堂的小河的名字现在呢，我就向东骑行，因为地都是湿的，道路呢有些湿滑，所以我还得稍稍的小心一点，骑慢一点骑过这条叫宛丁路的小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更喜欢骑一些河边的小路在没什么人的河边的这种清水道路上，哪怕是一些步道上呢，缓缓的骑行。那这边呢就有很多的河冲慢慢的得到了治理，很多河冲呢变成了骑行的绿道但是呢，像我
右侧里面的春生堂，这条其实也是很长的河冲呢，它只是部分的得到了治理，所以它不连贯啊，所以有时候不得不又骑到大马路上来。刚刚红绿灯等待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位父亲骑着电动的自行车被警察拦住，因为他后面载了他的小孩，应该是他的儿子7、8岁的样子。结果呢，他戴了安全帽，可他的小孩没有戴安全帽，结果呢就遭到了警察的处罚。警察呢在跟他宣读那些条律啊。现在呢，就对这些交通问题啊，管理的也日趋严格。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确实呢，对自己对别人啊，都是一些安全因素，尽可能的要规避这些风险。就像以前啊，大家看到红绿灯啊，基本上无视啊。但现在呢，大部分年轻人都会等红灯。已经慢慢的养成了一些比较良好的交通的秩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吧。但总有人呢就图个方便啊，随意的穿行。更恶劣的呢是那些送快餐、送快递的，他为了要多挣点钱啊，就无视这些规矩，然后呢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一些伤害。昨天我就看到一个视频说，一个送快递的小哥在红灯处快速的过马路，结果就撞到了一个老人家，结果他在那里崩溃大哭。确实生活也不容易啊，有时候真的你不付出一些体力更多的劳动啊，你要想挣一口好饭吃也不容易。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你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做出这些有可能伤害别人的这种行为的理由。现在呢，我在深春路上骑过了梅福路啊，有梅字当头的马路呢，就说明啊，这边已经是梅龙镇的地块了。昨天中午呢，和一班老同学聚会啊，大家好久不见，聊得畅快，也喝了一点小酒。其中有一位老同学呢，他是热衷于健身的，
到现在为止啊，60多岁人了，每天还跑步5公里，而且他更擅长的呢是骑自行车周游。他甚至骑着单车啊，从上海骑到了西南地区，最远可能骑到昆明那里吧。我觉得真是壮举。但是这些呢，非一日之功啊，都是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慢慢的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就。那我问他最长一次大概要骑多少公里，他说大概150公里吧。这中间包括一些爬坡啊什么，这个让我肃然起敬啊。就是我们都是同龄人，但是呢，这样的朋友啊，老同学，确实他们保持得非常好是有原因的，就是他长期的付出，而且呢乐于挑战啊。所以呢，这就给了我一点点信心，因为我最远也就骑个50、60、70公里而已。那对于他来讲，这都是毛毛雨啊，这都是一些太容易达成的一种骑行距离。但对我来讲的话呢，我也是经过了这个1、2年的骑行，慢慢才发现啊，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潜力。但是我对那种更长距离的挑战呢，还是心生敬畏啊。我们志不在此，只是锻炼一下身体，健身一下而已。已经过了这个做运动啊，去争先的这样的年龄了。更多的呢是注重一些休闲，活跃一下身体，激发一些身体的这种免疫的机制，让自己呢能够稍稍的更为健康一些啊。同时呢，也享受一个到了这个年纪的人应有的孤独，然后呢，看看风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人生的思考。骑行路上呢，有时候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挑战。前一阵子我在广州呢骑行的时候，就发生了内胎爆胎，结果呢还算好啊，人在佛山的区域，但是推着单车呢搭乘了地铁回家。但是回到家以后，我就想办法把它给修补好了。前几天在上海呢也发生了我的单车链条断裂的事情，找了几家这种修电单车的店呢，都说没有这个修理链条的业务，所以我就没办法，只能推着车大概1个多小时回到家。结果就在家附近呢找到一个修车的师傅，他也挺不错啊，只是给我更换了一节链条，安装好以后呢又可以行驶如初。我现在骑行在马路上没有感觉有任何的异常。但上海呢，如果你要站在比较远的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搭地铁，即便你这个车有一个包遮住也不行，这是本地的规定啊，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呢，只能祈求它不要坏在路上。如果不太远呢，就推回去；远一点呢，就打车回去。好在这个折叠小车呢，折起来可以放在出租车的后面，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看到前面的路牌呢，有老沪闵路。这条老沪闵路呢，已经被截成很多段啊，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呢，都成了断头路。
但这恰恰是以前上海到闵行的一条主干道。就在这个老沪闵路这个路口呢，春生路就到此结束了。前面呢就开始叫华金路啊，也就是进入到华金镇的地界了。看到前面还在建高楼，大兴土木。现在呢，骑过老沪闵路，沿着华金路继续向东骑行。今天气温不错，14度、15度这个样子，所以我穿一件外套不出汗，迎着习习凉风，骑起来非常的舒适。骑过景洪路，都是云南的一些地名。这边呢已经是徐汇区的地盘了。前方左拐呢就是宁国禅寺上次来过的，今天再去打一下卡。正对着呢就是宁国禅寺的正门了。但是这个右侧一大片还在重建过程当中很多人是不是等着开门呢？还在等着那些寺庙里头的主持在说明。那我就在这边到此一游就拉倒了。寺庙呢，它定期有一些法会然后呢，根据农历上面的一些纪念日期有些人呢就可以去求神拜佛。
祈求家人平安，自己前程有很好的发展等等。这个寺庙边上啊，都还在进行扩建。你看左侧的马路呢，边上都有一些围蔽的这种障碍物。左侧呢，就是这个巨大的公园啊，可以推着车到它边上去逛逛。很多地方都在施工。现在的现实就这样啊，一边呢是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经济下滑，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率呢下降，失业的人增加，很多人都是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但同时呢，政府啊打着美化环境或者是促消费，在那里大搞基础建设，好像有花不完的钱那样子，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反差。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啊，确实呢，这些年整体的这种居住的环境，老百姓休闲的空间呢是有了一些提升。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种公园、社区公园，都是不需要买门票的地方。这可能就是这里提到的，让老百姓有更多的经济成果的获得感。原来这条小河冲叫华金港，结果一座小桥啊，保安不让我上，这里单车不能过桥。公园里面不让逛，那我们就骑到马路上去吧。
已经拐到了龙湖路上了。现在呢，骑过了华金立交，继续在龙湖路上，现在是向北直行。右侧呢就是徐浦大桥啊，就从这边过黄浦江到浦东的一座桥。这边也在到处施工啊。我看到右侧有轮渡的标志了，骑过去呢就是徐汇滨江。哎，这条小河冲也整得不错。前面呢就应该是荣耀大道了啊，对面那个很新颖的建筑物呢，就是港口渡口，就一个轮渡码头。我要从这边呢去搭我的摆渡船。那在这边呢就结束我今天第一段的分享，我们下一段再见，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